大家好，这部影片呢是指点系统动力学的第3集拉格朗日点。那拉格朗日点呢是单体问题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位置。那这个位置呢会使得我们的等效位能，就是在上一集提到的受限单体问题，它的等效位能 b。那等效位能的形式呢，在上一集提过为这个形式。那拉格朗日点它的位置就是我们位能它梯度等于0的地方，就是我们拉格朗日点的所在位置。那我们要如何去求得我们的拉格朗日点呢？基本上需要用到数值解的部分。那在做数值解之前，我们必须要去做正规化的动作，来简化我们的数学式，以便于输入电脑当中去做计算。那在正规化当中，我们必须要令一些物语量的一个单位。首先，我们先令 a 加 b 这个固定的常数为1，那我们就可以用阿尔法来表示我们双体 n1 的位置，用贝塔来表示 n2 的位置。那贝塔又可以用 a 来表示，也就是1减阿尔法。所以我们在位置的部分，我们就可以只用阿尔法表示我们的数学式。接着在时间的部分，我们令我们的周期让它等于2拍，那我们的角速率可以归一成1。那么因为 n1 a 会等于 n2 b， 所以我们就可以将动力常数的部分给消除掉，也就是 alpha1 会等于 gn1 除以 g1 加 n2， 就会等于 a 加 b 是 b， 就是1减 alpha。那 alpha2 呢，会等于 gn2 大 G n1 加 m2 会等于 a 加 b 分之 a 会等于 alpha。那么我们的等效位能经过正规化之后，就可以简化成这个形式。那我们第三题它的运动方程式可以做个简化，简化后可以求出第三题的运动方程式。当然需要借助电脑数值计算来得到精确的值。那基本上我们就可以令 u 为 x dot，b 为 y dot 去做数值计算。其中 r1 prime 是 x prime 减 alpha 方加上 y prime 平方 ，r2 会等于根号 prime 加1 alpha 方加上 y prime 平方。经过计算呢，我们就可以找到单体当中会有个拉格朗日点，会使得我们的第三体会停留在这上面。那我们就可以将示意图给画出来。首先，我们先把坐标轴画出来。那这是我们的 n1， 那它的位置 alpha 0。接着我们做个延伸，找出 n2 的位置。那它的位置在1减 alpha 0。接着总共会有5个拉格朗日点 L1、L2、3、L4、L5，其中 L1、L2、L3 它们分别会在 x prime 轴的不同位置。这3个点分别位在 n2， 就是质量比较小的侧。3点会在质量比较大的 n1 的外侧。那我们令在主双体之间的拉格朗日点为 L1， 在质量比较小的外侧拉格朗日点为 L2， 质量比较大的外侧为 L3。那我们会发现这3个拉格朗日点它会有一个特性，就是它并不稳定。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当我们的第三体如果位在这3个拉格朗日点的话，我们只要将它们往 x 轴的方向些微的去推动一下，就会让它们往主双体的方向前进或者是离去。但是如果我们是从 y 方向去推动，它们就是稳定的，也就是推了一下，它们又会回到原本的位置，或者是做简谐震荡，会远离拉格朗日点。所以说呢，在这三个点，它们就是处在一个马鞍点的位置。那在这个方向就是 y prime， 这个方向是 x prime， 然后会各自跑向它们所会去的方向。接着 L4 跟 L5 是我们最主要想要的拉格朗日点。那它们分别位在主双体跟它会形成正三角形，就是说呢，这个角度都会是60度的情况。那分别就是 L4 跟 L5 这2个点上。
那它们的坐标位置是可以用解析的方式去计算出来，因为它们是正三角形，所以它们的位置是 a 减掉3/2/3及 a2/1负2 接着我们就可以来讨论一下，在 L4 跟 L5这两个拉格朗日点，它们的运动情况会是如何？首先 ，L4 跟 L5 上面的第三体会做一个类似椭圆轨道的运动，那它们会是顺时针的运动。但是如果我们将第三体强制让它做逆时针的运动，将会不稳定，容易有飞到别的地方。为什么他们会在那边做顺时针的运动，但是逆时针会不稳定呢？主要是因为科氏力。那指点系统动力学系列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各位。